猪八戒居然是云南人，全世界唯一的供奉猪八戒的寺庙位于云南省保山市。最神奇的是，八戒寺在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八戒寺和当地还有许多非常特别的故事，今天我将去实地探访这座神奇的八戒寺。从保山市区到八戒寺有14公里左右。网约车司机告诉我，去年之前还经常有缅甸人来保山打工，做砍甘蔗之类的工作。从去年缅北大战之后，缅甸人就很难过来了。我问司机小哥，为什么保山底下的县级市腾冲比大哥保山的名气还大？司机小哥回答，腾冲有火山，有温泉，有远征军事迹，所以名气大。路是越开越偏，基本是开进了农村。从观感上看，云南农村的房子修的都还挺不错的，可能也是因为这里靠近城市，大家的收入会更好一些。到达八戒寺，路旁的候车站台被一位画画爱好者画了一幅天蓬元帅的漫画。悲催的是，画中大师兄的身形比主角还更大，更威风。2位年迈的阿婆，一人坐一边，看着一个远道而来的傻傻的旅行者，小声的交谈。跟着新潮的漫画对照，显示着艺术与现实的荒诞融合。站台上尽是各种破旧的座椅，如果没有动，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。八戒寺是我见过的最寒酸的寺庙，没有之一。前后两进，前面那已经被改造成了当地的老年协会。我进去参观的时候，有老年人在里面活动娱乐，麻将声声声入耳。第二进才是寺庙殿堂。这个寺叫八戒寺，但实际上二师兄比较可怜，入不了正殿，只能深居偏殿。毕竟观世音菩萨、地母菩萨、文殊菩萨等地位更高。八戒塑像肩扛9尺钉耙，头戴僧帽，足穿麻鞋，身穿蓝布衫，挺着个大肚子，一副憨厚老实样。原来的塑像已在文革中被毁坏，塑像是重塑的。墙上写着八戒寺的来历，里面有一个重点信息：猪八戒出生于距此1公里外的卧佛寺石花洞，而这里所说的西庄就是高老庄。从这里可以得到2个冷知识：猪八戒是哪里人？他是云南保山人。高老庄在哪里？在云南保山。据说八戒寺求姻缘最灵验，算是单身狗的心灵圣地。视频的下一节，我将继续深挖八戒寺的惊天大瓜。八戒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供奉猪八戒泥塑金身的寺庙，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。早在吴承恩创作《西游记》之前，这里就有了猪八戒的传说。有观点认为，吴承恩笔下猪八戒的原型便出自此处。八戒寺的传说有好多个版本，我只选择了其中一个。猪八戒当年为妖时就在高老庄一带活动，后来猪八戒变化成一个农家后生，到高太公家上门为婿，不想与高小姐成亲后不久，那一副好吃懒做的猪相便渐渐露了出来。为免生事端，猪八戒便与高小姐搬到了村后的小林岗居住。经观音菩萨点化，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这里，便拜唐僧为师，与孙悟空沙和尚同保唐僧西天取经。高老庄也因此改名为西庄。八戒得道成仙后，村里人便在西庄为7建庙宇，塑金身，常年供奉，香火不断。不仅西庄村，周围乡寨的居民们也非常信奉猪八戒，他们常常相携而来，祈求八戒能保佑他们。据说这座寺庙非常灵验，尤其是有关男女姻缘的心愿，几乎算得上是有求必应。西游记和八戒寺哪个更早？从八戒寺的立庙时间始于唐代来看，显然不是先有西游记后有八戒寺的。那么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如何知道这个故事的？据有关研究资料来看，吴承恩并没有到过明代永昌郡，也就是今天的宝山。但西庄村大部分老人都十分肯定地说，他们的祖先与吴承恩有接触，猪八戒高老庄娶亲的故事就是由这些人讲述给吴承恩的。但双方相距万里，他们是怎样接触上的？后来查到，明朝初年，戴氏、高氏2大家族最先从江苏迁入此处。2000年的时候，西庄村一位叫张海元的人曾专程到江苏考察过，村里的董姓家族却是江苏淮安人，曾与吴承恩家族是亲戚关系。明代董氏族人在回江苏老家淮安探亲时，吴承恩曾专程赶到董家看望。
当时这位董事亲戚讲述的有关西庄村猪八戒传说的故事，使当时60多岁正着手收集资料打算创作《西游记》的吴承恩如获至宝。发生在西庄村猪八戒娶亲的故事，基本上被搬进了《西游记》的第18回观音院唐僧脱难，高老庄大圣除魔的章节里。这段情节充满了悬疑推理，简直比电视剧还更有戏剧性。据说八戒4求姻缘比较灵验，我个人则比较疑惑，难道是反向操作？猪八戒最著名的就是调戏嫦娥，但求而不得，而且占到的便宜很有限。《西游记》原著里描述，猪八戒扯住嫦娥要陪蝎，嫦娥再三再四不依从，东躲西藏心不悦，但猪八戒色胆如天教四雷，险些震倒天官缺。从这些情节来看，猪八戒仅仅对嫦娥有言语上的轻薄，顶多伴有拉扯等肢体动作。随后他被押赴凌霄殿，一审被判死刑，多亏太白金星求情，才改刑重则2000锤。说了几句虎狼之词，就被重打2000锤。二师兄自己都心里苦，还能保佑你们约会成功，相亲顺利？我倒是觉得抑郁的朋友可以来八戒寺拜一拜，毕竟二师兄心胸豁达，凡事不往心里去，心理极度健康，精神内耗为零。游览完八戒寺，我的下一站是板桥镇的一条老街，是明清时期滇西地区重要的商贸通道之一，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。这条街上最著名的就是这家100年老茶馆，自清朝道光年间开业，至今已有180余年历史。茶馆保留着老式木架结构、老旧桌椅等，充满年代感。这里按客收费，3元1人，可免费续杯且不限时间，使用100年土灶台烧水泡茶，茶叶为本地生普。老茶馆斜对面的桂香楼是100年非遗老字号糕点铺，其糕点制作工艺源于南京，祖传7代，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店铺只卖传统龙阳老式糕点，如红糖糕、透心绿豆糕等，以甜而不腻、久存不坏著称，包装沿用草纸红线的古早方式。我买了2包，一共花了25元。结束老街的游览，准备回市区时，一位儒雅的高个子游客跟我打招呼，问我是不是大明。我的内心很是惊讶，从疫情开始，我的旅游自媒体事业便进入了半退休状态，这几年已经很少在路上被观众打招呼。这位儒雅的高个子观众应该是一位腼腆的理工男，我俩都故作镇定地聊了一些旅游相关的话题，然后挥手告别。换成以往，我都会要求粉丝在我的视频下评论一句大明真人比视频上帅多了，但这次面对这位理性务实、讲究逻辑性的理工男，我没有提出这个要求，因为我害怕他过不了自己的良心这一关。想带你去云的故里，张开翅膀听风的梦呓，想和你在新的花期，背上行囊去芬芳之地。人生的旅行无数偶遇，辗转的命运却围绕着你，这旅途有你，风吹过繁华如雨，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，懂了陪伴的意义，这人生有你，花落下万千涟漪，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，才是最珍贵的际遇。
人生的旅行无数偶遇，辗转的命运却围绕着你。这旅途有你，风吹过繁华如雨，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，懂了陪伴的意义。这人生有你，花落下万千涟漪，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，才是最珍贵的际遇。这旅途有你，风吹过繁华如雨，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，懂了陪伴的意义。这人生有你，花落下万千涟漪，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，才是最珍贵